今天来做脆皮盐面包。任何一款面包，只要它的食材不同，手揉面团就会略有差别。这个差别你可能看不出来，但是当你手触摸到面团的那一刻，你就能感觉到了。今天的面包用到了2种面粉，高筋面粉和低筋面粉。倒在台面上，挖个大一点直径的坑，倒入清水。细砂糖和耐高糖的干酵母需要事先融化，所以把它加到水里，先搅拌混合中间的食材。酵母融化了，再拨面粉，中间的水从液体变成了面浆，流动性开始变慢了。你就可以一股脑的把旁边的干面粉全都拨进来。这个时候推荐你用2个刮板就是这种比较薄的刮板，去代替手来铲面。然后你初步的把水和面粉混合，因为有一些水是没有融化开的，你这个时候去摸的话，会摸得满手很黏，不容易清洁。那么一开始就用刮板去协助好了。现在是初步的混合好了，已经没有干粉了，但是还有一点粘手。在看不见干粉的情况下，我们就开始在台面上去搓面团，在板子上给它使劲的搓开搓大，然后再收回来再搓，碾压着揉搓一会儿，这个面团你拉起来就会发现它会有面筋了。今天的面包食材也是比较简单，很快就揉匀了。咱给它摔打摔打10次。像我这样摔打，不要一直搓手上是有手温的，使劲搓的话，面团一会儿就升温了。然后摔打到表面很光滑，用手按压也不粘手。找一个碗给它放进来，用手按压扁一点，给它放在冷藏里呢，它会均匀的受冷，然后冷藏20分钟。接着呢，我们把刚才揉面的这个台面会有一点小的干面团在上边粘着，那么我们把它及时清理一下，下回再揉面呢，它就不会那么粘了。同时在清洗桌面的过程中，你也可以把手去清洗干净。松弛了20分钟，把这个面团取出来。我们现在室温是有一点凉，如果你那边室温高的话，你就可以放在冷藏；如果室温你很凉的话，你就可以在室温下给它松弛20分钟。现在可以拉伸出一大片的薄膜，这个薄膜还是比较脆弱的，拉伸的大片了，它也会断开，说明它的延展性还是有一点差。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就是把黄油给它抹上去，先把这个面团给它扒拉开，再摊开，均匀的抹上黄油。接着呢，在这个黄油上撒上盐，把黄油跟盐先搓开，接着再把这2个食材和面团去使劲的揉进去。混合黄油的过程实际上是非常治愈的，因为黄油不粘手，比一开始水粉混合要简单多了。先把它切成小块，尽量的把这个面团切碎，然后用手使劲的抓，扯开，再抓一团，再扯开，再抓一团，再扯开，然后抓一会儿，这个面团就开始包团了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它有这个油隔离，它会非常散，你就这样揣。你看这时候面团现在已经有一点抱团了，但是它表面还会有一点油光，说明这个油还没有充分的被面吃进去。再给它搓几下，搓开收回去，搓开收回去，搓到这个完全没有油光了，拉起来面团不破，很抱团，表面按压也不粘手。看到吗？它组织现在已经慢慢的匀称了。摔打3分钟。你一直搓，如果是在夏天高温的环境下，这个面团是非常容易升温的。那么我们揉好的这个面团一定要保证在26度以下，再加上之前我们是在冷藏松弛的，所以经过后来这个揉搓摔打，现在最后的这个面温在25度。你想让你的面温最后揉好在多少度，你要考量你周围的室温。那么如果你室温环境高的话，你就要少揉搓，多摔打。松弛面团的时候放在冷藏，甚至是冷冻。我觉得面温最健康的状态就是24度左右。刚揉好的面团是很紧的，松弛5分钟再来看状态。切一块，把它拉伸开，我们看薄膜。这薄膜是透出指纹的，并且不容易破。戳破以后，破口很光滑，是一个圆孔。
好，这种状态我们给它滚圆去发酵。这时候发酵也是有一个标准的啊，看你的室温环境以及你的面温，室温尽量保证在25到30度以内。那么其次的就是面温，如果太高，比如说高出26度，每高出1度呢，可能你的发酵就要减10分钟。当然，发酵也是很复杂的，在这里呢，我表达的可能也不是很多，那么还是看最后面团的状态去判断发酵好没有。这个面团是要充分的发酵，最后烤出来的面包才会非常的蓬松充气。那么把它分割成6份，每一份大概61克。取出第一份，给它拍扁，然后用手抓一下大气泡，最后给它松松的滚圆。底部啊是没有收口的，就这样非常松的，稍微整理一下形状，因为我们接下来马上还要进行第2步的整形。把所有的面团都滚圆以后，再从第一个拿起来，这时候第一个就稍微有一点松弛了。你如果刚才滚圆非常紧，那么现在呢就会比较难整形。拍扁以后，给它先整成三角形，接着再给它卷起来，卷成这种圆锥状。然后你的手啊要去给它搓，搓呢在2/3的部位，然后往细的那头搓。把上面的这个宽头留出来，搓长以后再给它放在冷藏去松弛25分钟。因为我们一发的比较充分，气孔也比较多，那么在冷藏25分钟以后再去整形的话就会轻松很多。接着把这个有盐黄油啊给它切成大概10克左右的长条，要有盐黄油啊，无盐黄油吃起来可能会腻。松弛25分钟以后了，再从冰箱里拿出来进行最终的盐面包的整形。给它擀卷，先擀上头，不用擀得太宽啊，就是这种顺其自然的擀。然后底部啊用手拉着这个尾巴，一边擀一边往下拉。你只有往下拉，你擀出来中间才不会有非常宽的地方，要擀成一个非常顺滑的倒三角。接着给它翻过来，不要拉伸，切记啊，这一步卷的时候不要拉伸，松松的给它卷。如果你拉伸了，可能烤出来的这个盐面包卷呢就会很挣扎、很拧巴，而且有一点畸形。接着把底部啊给它按压一下，放在烤盘上，把整个面团再往下按压一下，发酵到2倍大，撒上白芝麻，喷一点水。烘烤的时候啊，尽量的高温快烤，只有高温快烤才能烤出皮薄脆的盐面包。刚出炉的盐面包实际上是不会裂的啊，你要给它放在晾网上，晾大概10分钟，它就会噼噼啪啪慢慢的开始有裂纹了。我不想水视频，很多网红的面包我也不感兴趣，有的时候更新视频会有点慢，希望你们谅解吧。但是也有快的时候啊，就是褒丝如泉涌的时候，可能会更的就比较勤快。行了，交作业啊，下期见，拜拜。